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叽里咕噜豆米火锅，我是小豆米。今天这个是第72期节目，那也是我们大脑使用指南系列的第2期节目。上一期在大脑使用指南系列的第1期节目，跟大家介绍了5个我觉得非常重要也非常基础的原理。那其中呢，最后一个点就是记忆力这个点，当时因为时间的关系，然后也确实因为这个点比较的重，所以也没有展开。那本期节目呢，就会专门围绕展开记忆力这个点。那其实上一期节目发了之后，评论区也是因为看到这个点的呼声非常的高，大家都很关注，说正好最近要考试了，然后很多学生朋友，还有一些医学生学生朋友，就非常的关心我们怎么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去锻炼、提高自己的记忆力。那本期节目呢，就会非常详实的来从各个方面、不同的技巧、不同的流程、步骤、注意点，来跟大家去分享关于记忆力提高的干货。那本期节目呢，就会分成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我会简单的先跟大家再介绍一下记忆力的一些原理和过程。那接下来的3个部分呢，就是记忆力的3大步骤，我们逐步的去展开。那本期节目同样也会有给大家留一个大脑训练的小任务，会在整个的介绍完之后，在最后，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到时候在评论区来完成这个大脑的练习。OK， 首先第一个部分，我们来介绍一下记忆力形成的原理和过程。我们最近很流行说的一个概念就是感觉自己长脑子了。那其实我们学习的本质，我们可以真的理解为就是在长脑子，因为我们就是不断的在去构造新的神经元的结构连接，或者说是在已有的神经元的内部去让它们产生新的连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学习和记忆最本质的过程。所以我们大脑在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就像上次说的，但是同时我们的学习、我们的记忆、我们不断的训练，也真的是可以去影响我们的大脑的，也就是说真的是可以让我们长脑子的。那本期节目呢，同样是结合3本书，其中2本是上期推荐过的2本，就是《大脑喜欢听你这样说》和《大脑喜欢这样学》。另外一本呢叫做《学习力脑科学》。那结合这几本书，那他们里面都有提到关于记忆的神经学基础。比如说它的神经学基础就是我们大脑里面海量的神经元突触互相连接，而且这些突触它们时时刻刻都在传递着多种神经递质，这个就是我们记忆和学习知识产生的神经学上的基础。而在解剖学上，他们是怎么通过这样的神经递质去达到知识和记忆的储存的呢？我们所有的感觉系统都会通过一种叫做拓扑结构和特有的传递通路，去感受和认识到各个感觉通道输入的信息，并且去建立各个属性的连接。那这2个概念听起来都还是非常的晦涩，但是其实总的来说，在这些概念中呢，我们都会反复的提到同一个概念，就是连接。其实我们先记住这个概念，会对我们去理解我们大脑的关于记忆力工作的原理方面呢，我觉得会很有帮助。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说记忆形成的3个步骤，在这3个步骤的基础上呢，我还总结了1个原则和2不做的事情。首先这3个步骤它们分别是编码、储存和调取，这个在上期节目的最后也提到过了，而且当时也强调调取呢反而是我们在记忆过程中非常重要但总是被我们容易忽略的。我们总觉得 OK 这个知识我看到了就是学会了，但是如果你没有调取和应用的话，它可能很难真正的变成你的知识。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会去通过对这3个步骤分别展开，以及在每个步骤中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些技巧原理能帮我们在每个步骤都可以更高效的获取然后储存知识。那一个原则其实我觉得就是全程我们都需要保持一个非常专注的状态。这其实之前在睡眠那一期有提到过一点点类似的概念，当时我们说其实慢波睡眠帮到我们的记忆，但是大脑它怎么去判断这个知识今天你吸收了这个信息，我要不要帮你在睡眠中加工搬运到我们长期记忆的那个组织里面去呢？它靠的其实就是你有没有给这个知识点打上重要的标签，而打重要标签的方式就是在你吸收这个信息的当下是全神贯注的。其实无论是我们在对这个信息进行编码、储存和调取应用的过程，我们都需要全程的去专注，才能够去调取大脑负责那一块功能非常特定的功能区域。
当然这些细节我们后面都会去展开。那在这里呢，还想在非常开始的时候先提一下2个不原则，也希望我们接下来在所有对于记忆的运用当中，可以试着去避免，或者说你心里面就像我们对先入为主一样有这个意识，然后可以去更加自主的去利用这些技巧。第一就是不要过度依赖一些外部手段，这些外部手段包括你在做笔记和读书的时候，我们可能喜欢去做划线啊、高亮等等这样的事情。当然不是说不能做这个事儿，而是这个事儿我们做了之后，它可能会让我们有一种错觉，就是这个东西我划线了就等于记住了。其实比如说高亮笔记这一个技巧，它本身并不会去加深记忆，而是它能够去帮到我们可能未来的回顾，或者说它能够帮到我们在整理笔记、再去理解做串联的时候，它可以帮我们去做一些别的行为。但是呢，很多我们喜欢用的一些所谓的技巧方法，如果我们放大了或者是错误的理解了它的作用，其实会适得其反，因为你总会以为标了就是记住了，记了笔记就是记住了，然后你就觉得我只要画满了线，记满了笔记，我就再也不用管这一块知识点了。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避免，或者说至少要有意识的一个点。那同样的，除了这种非常基础的在学习过程中的外部手段，我自己的经验还发现，比如说像背单词 APP 和多邻国这种学习软件，我们后面也会说到，他们有一些部分是设计的好的，它是符合我们大脑记忆的原则的，但同样还是那句话，它始终只是一个工具。如果你只依赖这个工具，而自己没有对这些原理，或者说没有主动的去想要学习和记住的话，可能效果也会事倍功半。另一个不要做的事情呢，是不要忽略那些已经记住的信息。第一呢，可能我们还是需要不断的反复调取来应用，来去加深它。后面我们也会提到什么遗忘曲线等等之类的事情。其实更重要的一个点是，有了那些答对的信息，你再加上自己可能第一遍答错的和不断需要加深记忆的，我们才能够去连接一个属于自己的更大的知识网络。因为在那个知识网络里面，那些所谓答对的东西也是你的知识。这个就比如说可能一场考试里面，当然我们要去关注错题，但其实我们可能不能只关注错题，因为那些做对的题，它的背后也许也还有你没有掌握透的知识点，或者说其实对于这一套题来说，它的整个设计可能就是仿照了对你来说去构建自己知识网络的一个基础。所以这个就是在第一个部分想先去跟大家介绍一些非常基本的概念，以及记住这3个步骤：编码、存储和调取。一个原则，全程专注；2个不。那接下来我们就会一个一个的来展开这3个步骤当中，我们该怎么去提高我们的效率。首先是编码。编码的意思呢，就是在我们刚刚接触到一个信息的时候，或者说可以理解为我们在第一遍学习一个知识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目的其实是要以最高效率和准确性去抓住信息。所以在这里呢，我总结了4个可以去提升我们编码效率的小技巧。第一个小技巧呢，是利用好空间定位。那大家还记得我们在上一期节目的时候，当时有提到，其实一个信息在我们最开始记住它的时候，它都会被和当下我们看到它的外部环境，甚至是你自己的内部感受打包在一块儿，编码进这个知识里面。所以当时我们有说，比如说如果你只在这本书的这一个地方看见过它，那么很有可能你对这一个词的记忆以后就会绑定着这一本书以及这一本书的那个特定的位置。那我们也有提到说 OK， 如果你想要去真的深刻的记住它，我们是需要去寻求这样的一个解绑的。但是注意，我们现在因为还在编码这一步，在你去获得这个信息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可以最大程度的去利用，可以为我们所用，可以让我们大脑更高效的先去抓到它的这些东西。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书本页面，我相信大家可能有类似的经验，就是某一个单词，如果你刚刚开始背它，也许你回忆到它的时候，你真的可以大概记得 OK， 它是在这本书的这个页码的大概左上角那个位置。这个是在刚开始是 OK 的，因为这个位置这个空间它能够去帮你更准确的去先接收和摄取了这个信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大脑呢，对于可预测的稳定布局本身会有更强的一个吸收效率。那么说大白话就是，我们回忆一下在我们之前说逻辑表达那一期，当时我给大家分享了很多这个表达，然后要怎么去分点，包括其实也有提到一些这个做 PPT 的技巧。
然后我当时也自嘲开玩笑的说，有很多真的就是我这个作为咨询顾问非常职业病的一些毛病。那其实作为咨询顾问，我们还有一个职业病，就是对于 PPT 这个格式的要求非常的严格。其实如果用这个原理来解释，为什么 PPT 我们会说 OK， 你的所有的大标题它一定要在一个位置，那这样你在切换不同页面的时候，观众他不会 expect 突然有一个标题它跳的到处都是，那你的大脑就需要分额外的注意力和这个信息处理的空间给到这个跳来跳去的标题。但是相反，如果你的标题 OK统一都是在左上角固定一个位置，甚至它的格式结构都非常的一致，然后右上角可能是一个页码，然后呢下面是一个别的什么固定的东西，这个会让我们在第一遍接收一个信息的时候，我对于这一个空间的布局它是固定的，它是可预测的，就能够帮我更好的去以最大效率抓住可能整个报告整个 PPT 的内容。所以说在我们刚刚接触一个知识的时候，所有这些能够为我们所用的便捷之处，包括如果反过来你想要去给别人传递一个信息，你希望别人更多的去记住你要传递的信息，我们都可以去利用这个位置对我们接收准确度的一个影响，也就是去利用好这种可预测的稳定布局。那么在利用空间地位来提升我们编码效率之下，其实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小例子，是一个记忆力训练的小办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记忆宫殿。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就是在看那个神探夏洛克那个英剧的时候，就是夏洛克他总是会在这种时候去调用自己的记忆宫殿。那么总之来说，简单的描述一下，对于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你最简单可以去利用和训练记忆力的一个小办法，就是比如如果你现在需要去记住10个甚至更多的他们暂时没有任何规律的名词，或者说是扑克牌的顺序等等，这种它可能有不同的内容，然后也没有任何的关联的这种东西，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想象一个你非常熟悉的地方，比如说你家。这时候你可以想象，我走进我家之后，我顺着我的目光看到的前10样物品，比如说 OK 一进门，门口的地毯，左边的鞋架，左上角挂的钥匙，然后紧接着右转过来是我的体重秤，然后再往前厨房里面的1、2、3、4、5，再有几样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是你平时非常熟悉，这个空间已经在你的脑海里面形成了一个记忆。我相信大家如果现在你闭上眼睛，你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可以大概想一想，在这个空间里面你会看到哪10样东西，他们也尽量都是以一个先后顺序排地的。那这个时候你再去把你需要记忆的那10多个东西对应的按顺序安在这些物品之上，你甚至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做一些我们一会儿后面会说到的联想。比如说你的第一个物品可能是苹果，那这个时候你就尽量去想象在你家的地毯上放着一个苹果，为什么会有这个苹果，你甚至可以去编一个小故事等等的。当然这可能是第一次做的时候，你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做这种联想啊，做这种建立。那对于很多可能在这方面有非常训练的，就是有一个叫做脑科学运动员这样的职业，或者说大家以前看那个最强大脑这类似的节目的时候，可能对于这些里面的那些比较专业的人，他们已经对这种方法有了非常深刻的训练，所以他们才能够做到说 OK 再看一副扑克牌52张，他能够只花很少的时间，可能因为他的脑子里面已经有了很多套供他去记忆这52个物品的记忆宫殿。然后这个时候你把牌拿走，把你要记的这些词拿走，你只要闭上眼睛，顺着回忆你家的这10件东西，你就可以把这10样你需要记忆的东西按顺序说出来。当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记忆力训练，也是一个小游戏，大家可以去玩一玩，也可以在你没事的时候，就是这个其实我觉得可以结合起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上周节目说过的那个深度工作，我们会说到有一些时间你是可以用来做这种没有意义但是非常深度的思考，所以我们留下这样一个影子，大家就可以知道之后在什么时候可以专门做这种记忆训练。那当然我觉得这个记忆训练呢比较适合什么样的场景呢？第一，就像我说的单纯的记忆力训练，你就是想去动动你的脑子，活跃一下，感受一下自己对这种空间定位以及知识的关联的这种联系建立的能力。第二，其实我有想到，如果对于一些比较枯燥难背的成串的知识点，说不定呢大家也可以去试一下。比如说像我说的评论区有很多医学生朋友就非常关注怎么去背东西记东西，因为我就想起来我自己是一个真的非常不擅长学生物的人，而且我哪怕是初中生物让我去
记一些身体结构的名词啊，然后什么体循环、肺循环的那些名词概念，我都觉得非常难记。所以我就想到，其实可能对于这种比较枯燥，而且你比较难去做一些联想关联的这种知识，那说不定大家可以去试一下。你可以去创造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去创造这样的一些记忆宫殿，来供你去把这些枯燥的知识给串起来。那当然，就像医学生，如果你要背很多跟人体结构有关的东西，本身也可以去利用人体结构这个空间，然后你可以在去背记的时候，尽量把你的知识都跟这个空间定位去结合起来，把它去绑定起来，让你的这个编码可以去实现更高的效率。而且呢，记忆宫殿可能会更擅长针对的是一些短期记忆，就比如说，其实像刚刚我说到上最强大脑那些嘉宾，他们很多就是在当下可能就这几分钟的挑战需要去记忆的时候，我们经过一定的训练，也许可以让自己的大脑去完成这样的任务。但是对我们的长期记忆和真正的知识点学习来说，还需要结合后面的步骤，就是存储和调取这些步骤。那这个就是记忆宫殿这个小点。其实关于空间定位呢，我也多想了一下，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除了记忆知识点、学习知识、背东西、考试，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使用场景，就是我们对于空间、位置、路线本身的记忆。因为我的身边的家人朋友经常会说，我有这样的一个小天赋点，就是我真的能够非常快的在一个新的城市、新的区域，很快就能够不用导航，然后就可以轻松的在这里生活了。比如说，我记得我最开始跟大家也分享过，在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应该是什么适应新生活的那一期，我就说到，我来这儿很快，我就已经把我们家附近这一片转得非常熟，就跟个 local 一样，甚至已经有人开始问我路了。所以我在准备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在试图回忆和去总结我是怎么去做到这个点的。我发现我比较喜欢做两件事情。第一呢，就是看地图，不是直接说 OK 对着地图看然后去学习，而是当你已经有了一些实地的走路的经验，或者说像坐地铁，因为坐地铁的时候你是很难在地铁上对整个地铁线路有一个概念的，所以我会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其实最开始呢，也不是可能主动的，比如说最开始也是因为在美国这边，我发现就首先呢，咱们这个高德地图是真的很好用，在这边这个 Google Map 它有时候真的非常的这个发疯，它的那个导航就不是很准那个方向，所以有的时候你在走路，哪怕是走路导航的时候，你也需要对整个路线大概有一个方向的判定，然后你大概知道 OK 我现在是要往那个方向去，然后慢慢久而久之，那结合着你自己走路，然后呢观察路上的一些参照物和看地图结合起来，你就会对这个区域的大概的方位比较有了一个感受。那地铁线路也很经典，其实也是因为 Google Map 一开始非常的傻，它就会给你推荐一些让你去绕的一个路线，就它总是不考虑进去一些其实虽然可能让我换乘一下，但实际上非常省时省力的这样的路线，所以我就会自己对着那个地图看，我才发现，哎，你看，那我往这边坐2站，我只要再换乘1站，我不就可以到了吗？所以我现在我的朋友来这个华盛顿 DC 玩的时候，我带他们坐地铁，我从不看地铁线路，因为我已经就是这个 DC 整个这个区域，从 DC 通往周围的2个州，一共好像就5到6条地铁线，我已经非常清楚他们的终点站、起点站大概是什么方向到什么方向，以及中间每一个站大概是在哪个位置，对应的是在城市中我知道的哪个地标，我现在已经非常清楚，我就是活地图。所以就是看路线和实地感受结合起来，其实我觉得也是我刚刚说的，你还是把对一个东西的定位和空间结合起来了。另一个就是我非常喜欢去看路上的参照物，这个尤其是在比如说之前出去旅行的时候，可能 OK 我们的酒店在这里，然后呢刚刚入住下来，然后我们再出去走的时候，我就会下意识的一直在去记周围有什么样的很有意思的店，然后呢这里哪怕只是一个很好玩的一棵树的长相，或者说是一个很好玩的椅子，所有这些参照物它们就可以组成我一路的记忆。而且可能在第一遍走的时候我在记，第二遍走的时候呢，可能我再去自查，走过2到3遍之后，我不断的去肯定加深这些一路参照物的组成的记忆之后，就会让我对这条路非常的清晰。所以我觉得这2个点帮我对于位置、空间、路线的记忆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当然其实有时候非常依赖这个点，我觉得就是大脑就是这样，它有正就有反。反向的例子就是因为我平时记录依赖的是这些点，而不是靠一种方向感，其实我是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的。
所以呢，上周在我越野跑的时候，因为在这个路上，第一你没办法看地图，第二所有的树我觉得都长得一样，我就一直觉得我们刚刚不是跑过这个路了吗？就有这种感觉，所以就也能看得出来，可能我这样的一个记忆方式确实是更适合在这个城市里面去找路线。那么提升我们编码效率的第二个技巧，就是要去利用我们的联觉记忆。什么叫联觉记忆呢？联觉的这个觉其实是不同的感觉的觉，也就是说我们不同的感官之间会有跨通道的一个对应性，当这些感觉属性一致的时候，它就会产生更加密切的联系，这个也可以去加深我们的记忆。那一个例子，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背古诗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对这个文字的视觉记忆，最多是你听读，然后呢你要去背的这个古诗。但是我们大家去背古诗的时候，作为一个能够看懂内容的中国人，我们肯定不是说去纯死记硬背，我们肯定会去尽量说理解一下。就算你不能理解，比方说有一些古诗里面它经常会出现一些颜色的词啊，红啊绿啊什么的，那包括说对这个山的形状的描写，其实是因为你在看到这个文字的时候，你同时仿佛就也能看到这个红色的花，绿色的树。有时候甚至我们在古诗里面不是以前经常还要去赏析这个作者是怎么把这个花的香味，这个嗅觉感官调用的这么好，仿佛你就是能闻到那个花的味道，仿佛你就是能听到那个鸟的鸣叫，在这首诗里的意境。这其实是我们所说的意境。但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这样的意境的理解，对我们去记得这首古诗，对我们去理解一些文学作品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在学知识的时候，如果你能够去想象它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官上的特点，同样我们也是可以尽可能多的去利用它。当然其实我们在学单词背单词的时候也是可以的，但就像我说的，可能有的时候这个不一样的语言和文化环境带给你能够去给你提供这个所谓意境的效果，可能就会去差一点。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可能就是 round 这个词 ROUND， 那它表达的是一种圆的概念。你其实最简单的想象，就是因为你在发音这个单词的时候，你的整个嘴巴也是圆的，然后呢这个单词里面也有这些字母看起来也非常的圆圆润润的这个感觉。当然这个也是一种就是大概的借力，然后可能每个人对它的感受都会不一样，但总之呢，联觉记忆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去抓住同一个知识点带给我们不仅是视觉上的输入，文字的信息本身，我们尽可能多的去调用和想象它带来的这个感觉。那么第三个可以提升编码效率的点就是多样性的输入，这个就可以去补充我们第一个点说到的，如果你只记得这个单词在这一页的左上角，那你不可能永远以后必须靠这个才回忆这个单词。这也是我们上期节目当时提到说我们要去寻求一个脱钩和解绑，所以同一个知识点你可以用多种不同的方式都来输入一遍，并且在这个输入的过程中呢，你可能会去获得不同的细节，不同的要点。这个其实从我们神经学的角度来理解，它是如何去把这种比较模糊的准确变成精确的呢？就是你同一个神经的连接，你中间多传递几次，两个神经元之间本来可能只搭了一根线，现在你通过多种感官的输入也好，多个地方重复，你把这个线不断的去给它加强，而且是不同角度不同高度，就跟立交桥一样，可能这两个地方你有好多条路都可以到。所以当你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场景都去传递了这个信息之后，这两个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就会变得非常的紧密。我觉得这个其实也非常像，如果我们想去雕琢一个东西，当你最开始粗雕出来了一个模型，然后你从不同的角度都试图的去把这一个结构完成，它就会去逐渐的趋于完善圆满，而且会充满细节。那非常最简单的例子，其实也是我觉得我们从小到大学习的过程，就是为什么我们可能不能只通过书本学习，也不能只通过听老师说学习，我们一定是要把教学和可能自己的阅读，包括你的作业全部结合起来。这样子的话，在我们小的时候尤其是才能够保证一个知识点对你来说是有多种不同类型，然后在不同类型的时候可能会给你提供不同细节的角度。比如说同一个知识点，你预习的时候你自己先看了一遍文字，
OK， 你理解了，输入进了一个大概。那么上课你再听老师讲，这个中间可能有些细节的重复，老师在讲的过程中可能还会去引出不同的例子呀，给你介绍一些不同的有意思的背景信息，都让你又去产生了新的连结。那这个时候回家我再做作业，作业的过程中可能已经有一些我们后面会说到的调取了，然后也会去又从不同的角度侧面给你提供信息，然后你才会对这个知识点 OK 我记清楚了，记扎实了。包括就像我最开始听播客的时候，我听纵横四海的播客，听完他分析一本书，比如之前也跟大家提到过很多遍的手机大脑习惯的力量，然后我自己再去看，这个对我来说其实也是又听又看，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多样性的输入。那么最后一个提升编码效率的点呢，叫做合并同类，其实利用的是我们聚类记忆的这样的一个原理。这样的聚类记忆能给我们带来2个方面的效果。第一个呢，肯定是提升你的记忆效果，你会记得更牢。第二个更重要的其实是可以提升我们工作记忆的容量。比如说想象着现在我们的脑子里面我只能装下5大类东西，可能我只有5个口，这个时候如果你5个单词你分开记，那他们一个单词就是只能放进一个口里，你就只能记住这5个单词。但这时候如果我给了你10个单词，你能找到一种办法让他们2甚至更多的组合，比如说其中3个单词他们是描述相近意思的某个动词，那我给他们都放在一个口里，这样子的话同样还是你的5个坑，但是你可以装更多的萝卜。所以的话合并同类是可以帮我们甚至在记忆上提升一个非常质的飞跃的工作容量记忆的。而且很多记忆方面的训练的专家，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可能最强大脑的嘉宾，他们有的时候是会把这一个点跟记忆宫殿结合起来，所以才能够在短时间内去记住这么多的信息。那么呢，简单举2个例子。第一个当然还是说我们对于一个知识点去进行了归纳总结。比如说我之前在备考 GRE 的时候， GRE 那个单词真的是又多又难，然后又生僻。然后其实之前我们学英语，我相信大家也会有一些类似的概念，就是什么我要用什么词根词缀法去记。其实词根词缀当然它会非常的有效，但是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英文基础，你会发现这一部分涉及的单词它还是很有限的。当然可能就是最多就是一个词它的名词形式、形容词形式、副词形式 OK， 他们3个长得非常的像，我自然而然可以把他们3个一起记，但是他们最终可能就还是长得这一个样子的那一套单词。所以当时在学 GRE 的时候，我接触了就是词源学习法，也就是说词源会是更原始的一个东西，就有时候也许有2个单词，他们经过很多年的演化，现在长得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事实上他们是由同一个词源引发的，而这同一个词源呢，又会影响着他们分别带有什么样的一个意思。我发现最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方法非常的费劲，因为我就觉得既然这个词源在可能现代英语里面都已经见不到了，我去学它好像没有什么用，本来我的记忆空间就已经很受限了。但是后来当时我听的那个课，因为他每一次都会去反复的提到这个词带有这个词源，所以有这个意思，等到一段时间之后，这些词源在我的脑子里面就帮我形成了这个可以去做合并同类的一个基础。其实你确实是能够把越来越多的单词串在一块儿，就像我一开始举的那个例子，也许你的大脑里面的这5个坑，刚开始的时候你没有发现规律，你就先放着 OK， 一个萝卜一个坑，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等你学了一段时间，原来这2个单词他们可以挪到一块儿去，你可以在学的过程中再去挪动，然后你把它们2个挪在一块儿，你就空出来了一个萝卜坑，然后慢慢的去扩大自己的这个容量。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也是这个书里面举的一个例子，就比如说现在我要让你出去买菜，如果我现在跟你说，我就给你开始报菜名，我说我要这个香菇、鸡蛋、牛肉、白菜等等，现在随便想了这些例子啊，然后我给你报了一堆。第一呢，我作为这个报菜名的人，我也会去 lost 掉，我会想说我有没有说完我要让你买的东西。那作为接收信息的人呢，你可能也会记不全，就算你真的记全了，你把清单全部列下来，等你到了超市，你可能也会很痛苦。所以如果我告诉你，好，你现在去买菜，蔬菜我需要以下的几样，巴拉巴拉巴拉，肉我需要以下的几样，然后这个蛋奶类我需要以下的几样，还有一些是非食物的生活用品我还需要几样，可能加起来也有10几20样。但是如果我分了这4类，你就会觉得我只需要记住这4类，而每一类下面好像只有1、2样东西，2、3样东西。这个其实就叫做比起全部报告法，我们要去采用这种分部分的报告法。
这个其实我们后面也会说到，可以跟我们自己的输出应用去结合。那同样在我们自己去做知识的总结和吸收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吸收的当下就尽量对我们学到的知识点去做分点。这个结合我们之前说的，对吧，我刚刚提到我们这个咨询顾问的毛病职业病，干什么都要分点。其实有的时候我会在回忆，包括我做这些节目的这些过程，这4个编码效率其实是我从这3本书里都有涉及到去提取的。可能是我当时在记笔记的时候，我每 mark 一个所谓的记忆小点，我就先去分类，看看它们是属于编码呢、存储呢，还是调取。那都属于编码的点，我再试图看看它们能不能合并同类项。也许3本书加在一块儿介绍了10几20个记忆的好方法，但是最后 OK 我把它们合并到这4个方向。所以不管做没有做这期节目，我也会对这4个方法记忆得更清楚。那么这个呢，就是编码这个部分，我们要先去对我们的信息做一个高效率和高准确性的抓取。那么接下来呢，就来到储存，我把它总结为我们需要用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法去2次加工，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去加固它的连接。那说到这个2次加工呢，我们首当其冲的是2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概念，理解、联想。这个也是我们经常说，你学知识你要学会联想，你要学会去理解它。我觉得联想和理解本质的点在于，我们在把这个新的知识试图去和我们已有的神经元做连接。就像刚刚说的，你刚刚建立的新知识，它可能是2个新的神经元，它们中间搭好了这个桥。但是如果你想要去让它们更牢固的在你的这个大脑里面生存下来，并且去形成你自己的知识网络，你就需要去试图的把这2个点放进你的整个大脑神经元的一个布局。所以这才能解释为什么很多知识点你会觉得我得读懂了我才能背下来。因为这个所谓的读懂，其实就是你要站在你现在已有的知识水平上，对于这个学科的理解，我看看我能给它放在哪里，都安好了，其实就是理解了。这个就是我作为一个文科生，这个高中的3年背了那么多历史政治，其实我会发现很多当时我的理科朋友就是觉得说，不想学文科，就是太难背了。但是我回忆起来呢，其实我真的没有特别多的所谓需要我去死记硬背的东西，可能除了一些历史的人名和时间点，但其实时间点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典型的，其实你也需要去给它做连结，因为你不可能凭空记一个1832年发生了什么事儿，它一定是因为那个时候前面发生了什么，后面发生了什么，政治经济上分别有什么因素，自然而然的你就知道了那一年可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战争或者这样的一个事件，然后这个冒出来的历史的人他为什么厉害，为什么你需要知道他的生平事迹，是因为有刚刚所有的这些历史事件作为基础，然后他干了件什么事儿导致他非常的有名影响。所以这个是比如说我当时学历史的思路，其实把这一套理解了，就对于这个历史事件的背景、成因、事件本身和影响，你其实也都记住了。这么说起来感觉有一种非常怀念以前学这个文科知识的，因为我感觉我现在真的很没有文化，这些知识点这些历史事件啥也不记得了。读懂和理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2次加工。那我们刚刚说到记笔记，如果你只是记了，如果你只是当下画了一个高亮，这个是没有用的。我们记笔记一定是要为了你的回顾、复习和这个2次加工服务的。那我们在回顾的时候到底该回顾些什么，该如何回顾呢？这里其实有一本书里面提到一个我觉得好多年我都没有看到过的东西了，叫做康奈尔笔记法。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随便搜一搜这个笔记法。它的要点就在于他在做笔记的时候就给你留下了你之后回顾的空间，比如说中间这一块是你当下记的笔记的细节部分，它下面对应放了一个 reflection 之类的地方，然后你就要去写你复习的时候是几天后什么时间点，然后你在复习的时候有什么样新的理解和想到了什么，就这样的一个框架。我觉得倒不一定说每个人都要去采用这个方法，它更像是一个噱头。但是呢，我觉得把它总结为也是其中一个作者提到的，就是我们可以用5个 R 去进行我们笔记的回顾，也就是 record 你先记录，然后 reduce 你要去减少你的笔记内容，因为你不可能在第一下就把全篇都直接给抄下来，然后 recite你可以去背诵，当然这个可能更针对于你要考试备考的知识点。
然后你 reflect 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一步，这个时候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思考，什么样的连接，你想到了什么样的跟这个有关的知识点，甚至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你想在下一次学习之前去解决的，你想去问老师的，你想去搜一搜的，你想去问 AI 的，最后做这个 review。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可能更好的，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中甚至不拘泥于备考，我们都可以去使用的。比如说其实当时对着这个方法我就在回忆，这其实就是我现在自己去阅读一本像这种工具书，我就是这么去做的。在最开始看的时候呢，我会去记很多的笔记，不仅是可能微信读书我就会高亮，对，我还是会去高亮的，但是呢这个高亮的部分我之后真的是会去回顾的，然后我也会直接去誊抄。比如说现在我就打开我的随意一本读书笔记，我一般在我的读书笔记里面会有这样的几个 section。 第一个我把它叫做随时记录阅读感受，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有在试图同时去做一些 reflect， 它可能不来源于说笔记书里的内容，也不会是我结构化的去做一些笔记，就是我读着读到这儿，我突然觉得这个点很精华，但它又不是直接的摘抄，是我想到的一个点，或者有时候我甚至是经常我在这个地方记录的是我对这本书结构的分布的一个想法。比如说我现在随手打开的是我阅读那个邓亚萍的《心力》这本书，这本书呢我跟香菇包在肆意好奇那边也聊了，也会有一些节目。记得第一个点就是你看邓亚萍老师把心力分为心态、效率、抗压、意志力4个方面的训练和提升，然后他这样做我就在思考为什么这几个方面可以包含心力，他是怎么去支撑心力这一个这么大的概念，它是从哪些方面怎么样相关的，这个就是我随时记录阅读感受这个里面会记的。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我把它叫摘录，其实就是金句，这个我就会直接去摘录一些非常 aha moment 的，然后非常这个我节目里面喜欢说的这种金句。第三个部分才是真正的阅读笔记，在阅读笔记里面我就会去做更多像刚刚说的 record， 我就会按照这本书的结构每一个小点下面然后去记录一些要点，这个也会去组成比如说我今天分享这期节目之前我回顾的那些东西的主要来源。那在记录完之后，其实如果我接下来想去做一期节目，我一定是要 reduce 的。比如说这3本书加起来可能几十万字，但最终我就做这么1个小时啊，可能看看又会超时的一期节目跟大家分享，所以我就会去试图的提炼我觉得读完之后对我来说最有用的点。它里面讲了这么多大脑的原理，为什么我上次选了这5个？这个是我自己去结合自己的经验也好，或者说是已有的实践，或者说是有些点就非常的戳中我，让我想要去有新的实践。当然可能我暂时没有 reset 这个过程，因为这些不是说我要去考试背诵的知识点。然后 reflect 像我刚刚说的，做的时候我也在有，其实读完我就会去对着自己阅读笔记的这个部分非常细的重新的去有一些修改，有一些增加，甚至这个时候我就会去利用好我的 Notion 的那种知识库串联的功能。比如说这本书里面这个点其实让我有想到精力管理的一个点，我就会把这个点跟精力管理的读书笔记给连上，然后并且去写一写它为什么怎么连上的。那最后呢 review就是对着这些点，对着我刚刚已经整理完的笔记，我就能更快的去给大家提取出比如说今天这期节目的结构就是这样出来的。所以其实基于刚刚说的，你要先读懂，你要先理解，然后你还要回顾，最重要的在这一个2次加工里的步骤其实就是我们一定要学会和自己已有的框架做关联。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在复习一个知识点回顾笔记的时候这样问问自己2个问题，这个点它还能用在什么地方呢？它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吗？以及这个里面是否有细节我还想去自己探寻一下呢？这样的一些问题和 reflection我觉得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把这个神经元的连接做得更加的牢固，并且甚至可以去让他们有更多的连接。那比如说其实如果大家去回忆我之前那个托福英语学习那一期，真的是我感觉我在自卖自夸，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完全不了解这些学习的逻辑，但确实无意中很多点都踩中了。比如说我当时就有说到对于口语的语料，这也是我自己之前在教托福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的语料我教给同样的学生，包括像我最开始我作为学生学习的时候，有的人他就是能够记得更熟，而且他能够用得更灵活，但有的同学他明明也学了，我也教给他了，但是真正到用的时候他还是
调取不出来。就比如说我当时我就会，今天可能我只记了这2个语料，那明天再去学习新的语料的时候，我可能积累了一个新的理由和素材，但我就会试图想想，我能不能和昨天那个刚刚学到的压力社交的这个理由结合一下呢？有的时候很难，它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主题，但这么去想一想，至少我又去回忆了一遍昨天我学到的是那2个理由，而且有的时候说不定他们就能结合在一块儿，而经过了几天这样的训练，甚至真的只需要几天，我也许就能创造一些新的，不是老师教给我的新的语料的串联的方式。包括像刚刚跟大家去举的这个例子，就是我阅读这一套工具书，其实我觉得大脑使用指南这个系列的例子尤其合适，因为这是一个大主题，而我在这个主题下，上一期节目不是跟大家说了一堆书单嘛，那比如说上一次因为更偏向于原理，所以我读的书是一本非常宽泛的，它就叫做大脑喜欢听你这样说，它里面有10几个原理，而因为里面比如说专注力、记忆力让我感到了非常感兴趣，或者说大家的反馈很好，所以我就深入的在针对记忆力去顺着读，这个就很像是我把这个葡萄串慢慢的串起来了，而在继续往下读的过程中，比如说现在经过这期节目，我就利用这几本书把记忆这个点去形成了属于我自己的一个知识库。它可能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说 OK 说记忆我这期节目就是最权威的，这肯定没有，但是它就属于是经过了这样的阅读学习，再加上我输出的过程，它就形成了是属于我自己的一个知识网络图谱。那么最后呢，刚刚说的这些联想，我们联想的都是知识本身，对吧？你要去理解它，你要预习，你要去做这些语料的串联，你去做读书的串联，这个都是我们在利用知识本身去串联知识。其实除了知识以外，还有2个东西是我们可以去利用好的关联，因为关联越多，我们大脑就会去判定这个东西越重要，它跟你的这个生活生存息息相关。第一就是我们的生存关联，生存关联呢，其实我觉得说更好理解的一个名字，可以把它理解为情感共鸣。这个点就是为什么你看的一部电影，你读了一部小说，有时候你对那个情节能够记很久，可能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它非常戳中你，而且你甚至可能因为它落泪，你因为它大笑，这些非常强的情感连结也会告诉大脑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你看他情绪产生了这么大的波动，他一定对他的这个生存是重要的，这个是我们大脑的原始生存机制，所以我们也可以去很好的利用它。所以有的时候你通过也许一些历史纪录片，比如说我刚在4.1好奇那边推荐的一个女性历史纪录片叫做《凤凰她的传奇》，也许你通过这样的一部非常有感情冲击力的历史纪录片影视作品，你就能对那段历史记得更深刻，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去利用的。那么第2个叫做兴趣关联，这个兴趣就指的是如果你真的能够发自内心的喜欢，并且你能够去对它赋予意义，它也能给你带来一定的正反馈和奖赏的话，那你也能更强的去利用这个连结性。就还是比如说，其实为什么想做大脑使用指南，因为我真的很感兴趣，而且呢经过了这1年多的播客的制作，我会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适合我去跟大家分享，我也相信是我的粉丝们喜欢听的话题，所以在整个准备的过程、学习的过程，我一直都非常的开心，然后我也很期待读完书我要赶快跟大家分享。所以对于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你一定可以学得很好，也有这个道理在。那么在储存这个里面，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连结和理解可以帮到我们的2次加工，还有2个小的点，它更像是2个保障，可以帮我们去也提升我们的储存效率。第一个呢就是好好睡觉，还是睡觉。就像我们睡觉的节目和刚刚都提到，慢波睡眠是如何帮我们的海马体去加工记忆，并且转换成长期记忆的。所以呢，我觉得在这里就不多展开了，因为之前都说到过。最后就是总结一条建议，大家可以在睡前试着对你想要去记住的东西，不管是你今天刚背的单词，今天刚背完的知识点，今天刚刚复习完的错题，或者是你明天需要 presentation 用的这个稿子，睡前你对它在最后回顾一遍，回顾完注意最关键的点来了，就是这个时候尽量就不要再去看手机和去做一些别的娱乐活动了，因为你刚刚给大脑输入完，然后你这时候又给它分散，你又给它输入更多的信息，大脑就懵了，它不知道我到底要给你记啥。所以全部看完，然后你可以做一些放松休息大脑的活动，比如说你泡个脚，你去做个瑜伽拉伸，你做个冥想，然后马上睡觉，这样子的话可以帮我们去把这个睡眠储存记忆的利用率达到最大化。
另一个保障措施呢，就是及时清理内存。我们的大脑它就算再厉害，它也是有一个内存上限的，所以呢，对于我们不重要的东西，在记忆上呢也是需要断舍离，就不要去浪费我们的记忆空间的。所以可以一个是定期清理，但当然这个定期清理呢，我觉得不用我们自己去做了，大脑就在帮你主动做这个事儿，这才是为什么我们后面会说到有记忆遗忘曲线这个事儿嘛。但是第二，我更想分享的是，我们现在的工具所有的这些科技这么发达的情况下，我们就要把它们利用好，去来当我们的第二大脑。就比如说，其实为什么我这么喜欢用 Notion 也好，用日历，然后包括我们也可以去用一些别的像待办事项啊，然后这种所有这些工具，我觉得它最大的意义不是说 OK 让你这个人看起来有多 J， 或者说让你能够忙起来，它很大的一个意义就在于你可以去解放大脑，去关注那些真正值得你关注的事儿，而不用一直想着下午2点我有个会议。因为这件事儿它既然已经是固定的，我们就可以交给工具来帮我们去实现这个提醒的功能。那包括像我最近因为找工作，然后呢就各种网申嘛，然后每一个公司都要注册一个新的账号密码，有的时候呢他们的那个密码的安全强度要求又不一样，然后就会导致我可能总共有那么4-5套甚至更多的密码。然后我最开始我就觉得反正可能也没有什么这个二面的机会，我就这样不管了。结果万一真的有我需要再重新去登录的时候来了，我真的每一次我都要经历一遍忘记密码，设新密码，新密码不能和上一个密码一样，就这种我相信大家也遇到过。所以我觉得像这种细节，你就直接开一个备忘录也好，你自己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你给它记下来，不要试图让我们的大脑去做这些我觉得我把它叫做没有意义的记忆挑战，好吧。然后及时清理内存，其实还有一个点我也提到过很多次，就是你周围学习空间的干净也是利于你的大脑内存的清理的。因为回到我们今天说的第一个点，空间的位置对于你的记忆的编码都是有影响的。那你周围的环境越杂乱，你今天在记这个单词的时候，你以为你只是在记这个单词本身，但事实上你的大脑要把它和想象一下扫射你周围所有环境里的东西一起放进去，那自然而然它可能就会挤占你的更多的空间，也会影响这个准确性。所以的话，清理内存，好好睡觉，作为我们大脑储存优化的一个好的保障。那最后呢，我们就来到调取这个步骤。这个也是上一期节目提到了一点，当时我们就说调取是一个最重要但是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步骤，所以我把调取呢称为我们需要内外结合，从而让知识真正变成自己的。首先呢，在调取这个下面，我特别先想说一件事儿，就是思维导图这个东西。我相信这个东西大家都不陌生，然后我曾经对它的态度也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这个停留在形式上的一个东西，可能并没有什么用。但是当我回忆起来，我会发现我一直没有正儿八经的用思维导图学习过，或者是自己动手做过思维导图，但是我一直在利用思维导图的这个概念来帮我学习。所以呢，关于思维导图，我想给大家的第一个大建议就是不要拘泥于形式，而且它的意义更多的在于你做的过程，而非看的过程。也就是说，你做完了，我觉得你甚至可以不用对着思维导图去复习，它最大的意义在你画的时候就该实现了。有时候你甚至可以不用画出来，如果足够高阶，如果我们有了一定的训练的话，你在脑海里面过一遍，那也可以是一个思维导图。那关于思维导图的另外一个建议就是它的颗粒度也可以不限。你可以比如说你学完每一个章节，你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总结，你甚至也可以一个学期学完了，你甚至可以对一个大的学科，对于一个大的原理部分，然后呢时间周期也是，这个就可以一会儿结合到我们会说的遗忘曲线。那我也是回忆起来呢，其实还是从高中文科备考的时候开始，我基本上会比较习惯，比如说这一个章节的历史学完，我就会去做一套像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对吧？这个历史事件是为什么产生，然后呢它发生了什么人什么事儿，中间有哪几个需要记忆的时间点，他们的影响，所有的这些我可能会在每一章结束的时候做一个可能比较细的，其实你这样理完一遍，你也就串联就记住了。然后可能全部学完了，比如说整个这个汉朝的历史，然后我再去把我的这些小小的思维导图给它串起来，那串成大的时候，我就可能不用体现这么多细节，而是更多的概括全，让它们全部结合起来。而且这个就回到像我刚刚说的，我一般其实做完了，因为我就为什么说我其实印象中
我本来以为自己没有做过思维导图，因为我都不想说它长得是个思维导图的样子，它可能就是我很随意随便拿一张草稿纸，然后大概的画一下，甚至不会有那种特别 fancy 的设计，说哇它这个触角是这样伸的，它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个箭头，然后横线，就非常粗糙。而且我一旦画完了，这是张草稿纸可能就不知道扔哪儿去了。但是我会画完之后，或者说是画之前，或者有时候像我说的，我可能甚至不会画，我会更加注重说我要在脑子里面过一遍。而这个也会成为，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在床上躺着入睡前的时候，我可以再闭着眼睛过一遍今天画的这个思维导图。这个是我从高中文科备考开始就在做，然后包括到我大学之前学财会统计的时候，因为如果学过财会会计的大家应该也可能知道，就是那些会计的那些准则呀，那些规则真的也是非常的多。尤其是当时我记得大3大4的时候学了高级财会的时候，哇真的是就是非常的多。然后那时候又是赶到疫情，就网课本来那个知识就是可能吸收效率就不是很高，所以最后我也是做了很多这样的总结和思维导图的这种练习。以及到研究生期间，我会发现研究生期间其实是因为我不得不更高效快速的去复习，因为之前无论是学的比如说统计，还是说一些别的比方说代码什么的课，因为我会发现这些学科对我来说，可能对于我同专业的同学，对他们来说真的可能只是基础的这个代码的入门。但是呢，我作为一个可能已经3-5年没有接触过，而且3-5年前我接触的也很基础的人来说，有的时候对我来说真的是会有点多。然后我们这个学期之前不是跟大家说过嘛，又很紧，就是每8周就是一个学期，所以你每4周就要考一个期中，再过4周就要考期末了。这种高快节奏的方式下，我会发现我也会不自觉的就会利用这个方式去下意识的每一个章节做一个随手的总结，甚至是哪怕我在期末前是抱佛脚的时候，我复习完一个章节，我也会停下来，大概让自己脑子里面过一遍，你能不能说出刚刚这个章节你都复习了些什么，他们是怎么串在一块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思维导图这个点我非常推荐给大家，但同样还是像你最开始说的，不要拘泥于形式，而且一定是用你适配自己的方式，更多的是要去 focus 在画它和做它这个过程。这也是为什么我其实可能不是特别喜欢说 OK 别人网上有这个整理好的思维导图，然后我拿过来对着它学，因为我觉得那个就失去了自己去做这个连接和调取的过程。所以我觉得思维导图是一个很好的既联系了我们刚刚说的联想加工，又让自己做了一套这样的输出调取的过程。那么除了思维导图呢，其实我们向外输出和应用也是我们去调取和加深记忆的非常好的方式。这里呢可以给大家介绍3种导向式的学习模式。第一个呢可能是更直接的检索式或者说是提取式的学习，这个我觉得就更接近于我们在学校里面学习和考试的过程。因为就像我们上次说的，这个考试如果每周都让你做一个小测试，做一个小作业的话，其实你到期末前你不会完全空白，它利用的就是不断的让你再去提取检索。所以如果你现在自己正在学习某一个东西，也许你平时没有那么多的考试，但你自己呢也可以去试着利用考试的思维，或者说为什么我们要自主的去刷题，对吧？因为做题本身是最好的复习，我觉得它的逻辑点就在这里，因为它一遍一遍的帮你去做这种最直接的提取。第二呢就是项目式的学习，这个我觉得会更接近于我现在比如说对于我平时学的这些知识和分享给大家的内容的一个学习方式。也就是说你的最开始这个学习就是奔着解决问题去的，所以呢你在最初大脑就会建立把它切换成一个解决问题的神经模式，因为你会先产生一个问题，或者说你会先有一个宽泛的一个思路。比如说可能我想做这个主题，或者说我从自习室那里听到推荐了这一个主题，然后我开始对这一个方向感兴趣，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会去做一些调查，然后我开始阅读过程，重复一遍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一套学习过程，然后加上复述跟回顾，然后最终我可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甚至我会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会引申出很多别的学习的读物啊，别的学习的资料，然后有很多的资源被我容纳进来，但最后可能我就是输出我最开始要解决的那个问题，但是所有这些我的过程中学到的知识都被建立成了一个大脑里面的知识网络图谱。所以这个是项目式学习，我觉得可能会更适用于如果在工作中的朋友，如果你现在有一个要学习的技能，如果你现在有一个想要解决的项目，你想要去研究的行业方向课题方向的话，你可以用这种方式
这个呢其实也是这个作者他提到一个叫做 SQ3R， 这个 S 就是你要先做调查 survey， 然后提问 question， 3个 R 就是 read reflect 和 review， 其实和刚刚说的也比较接近。所以我觉得如果对于这个方面有学习需求，你可以去参考我刚刚提到的我对于自己去读一本工具书甚至读一个系列工具书的这种研究模式。甚至有的时候我会有主题方向了，比如说其实也是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高效放松那本书，这个就是典型的我先有这个方向，然后我真的就是很随机的可能打开微信读书搜索搜到，然后我去对比一下，这个就是我可能调查提问的过程，然后选定了我就非常直接的带着输出的目的去做这个输入。其实呢在这里我觉得穿插一个很有意思的小例子，其实也是我觉得在我最近跟Will在约会的过程中，然后有很多新单词和语言的学习，就是因为我觉得之前我擅长的英语真的还可能停留在托福考试，或者说哪怕是学术使用，但是当我真的跟 native speaker 有接触之后，会发现和他们日常的交流又是另外一回事儿，真的有很多可能明明是常用词，但是你就是之前没有机会接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了一个非常恶心的单词，就是蟑螂这个单词，它叫cockroach。 我觉得如果大家现在是在广东的朋友应该深有体会吧，我之前在广东也就是我非常的害怕和讨厌蟑螂。然后呢有一次就是他先跟我发消息说他说就是有一个很沮丧的事情，就是他公寓里面发现了这个东西。我当时首先我的第一反应，我看到了这个，我没有立马去查，这就是我的记忆和学习过程。我就猜想了一下，我觉得看他这个长相吧，然后读音，然后包括你的这个语境，就是很沮丧，然后你觉得很烦，你还要去找这种公寓的一个 maintenance team 来去解决，我就觉得这肯定是种虫，而且肯定是一种应该就不太好处理比较恶心的虫。然后我去查了一下，然后果然蟑螂。而且吧，就是你知道如果你在谷歌上一查这个单词，它最开始出来它不是一个单词，因为谷歌它会默认，就是跟你在百度百科上你随便搜一个东西，它出来的是图片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这个美洲大蠊咱就是在这个美洲大蠊的本土上映入我的眼帘，就是那个大蟑螂。所以经过了这一个系列，大家会发现我觉得这个例子很好的串起来了我刚刚说的那些编码，对吧？有一个情景给我，然后呢有一个空间，我现在都还能记得他给我发的聊天记录的那一段话，然后我当下我就试图去和我已有的知识做了连接，我去有了一个推测，然后查出来那个冲击力非常大的图片，又让我记住了它。然后我就记住了，我当下我就记住了这个单词。那后面去他家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回顾就来了，这就更像是我刚刚说到的可能检索式学习。我就问他，我说你的那个蟑螂处理好了没有？这就需要我说这个单词，对吧？因为之前可能还是停留在看，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可能大家有经历的一个例子，就是有的时候有些单词你可能会认，但是你自己不会说或者你听不懂，所以我就问他，你的那个蟑螂问题解决了吗？他说好的，解决了。结果呢第二天早上在他家，我觉得这个蟑螂吧，他也是真的是想让我记住这个单词，就是我就看到了一只蟑螂在那个窗边，然后我就非常的慌张，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俩在洗漱，然后我就冲过去跟他说，我说那儿有一只。这个时候我的大脑就宕机了，就是他昨天因为我是准备好了的，然后我也是有了这个知识储备的，所以我能够说出这个单词来。但那1分钟我就愣了一下，但是呢他可能就是 get 到了我，他就说是不是有那个 cockroach？ 我说对，然后他又去处理了一下。所以经历了这一个系列之后，我又去目睹了他怎么样去把那个蟑螂给抓住，然后杀死，然后给扔掉。我现在就觉得吧，这一段记忆它永久的和这个单词绑定在一块儿了，并且我有了一次提取不成功的记忆，再加上了新的画面的输入，我一定会记得这个单词，我一定会非常的记得这个单词。而此刻为什么把它用在这个例子举在这里呢？因为最开始我在写这个大纲的时候，我就想好了我要说这个例子，所以我又做了一次向外的输出应用。我跟大家去讲这个蟑螂的过程中，把所有这些原理串在了一起，我就一定会记得更清楚。对，说完这个例子我自己都觉得有一些荒谬，真的太画面感太强了，对不起。OK， 希望给大家的大脑有一个小小的放松在这里。那么最后一种导向性的学习呢，是穿插式学习。也就是说，这个点其实我觉得也会跟我们更多的脱钩有关系，因为我们在大脑里面，我们需要去建立可能很多个对同一个知识点的灵活运用的小的内部模型。比如说，你看我们之前提到，我们跑步训练，我得
同时有练有氧的、练速度的、练这个有氧阈值的。可能你打球，你得同时练正手反手的，然后各种技巧的。其实我们学科知识也是，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以前如果你做数学题，如果你一直都是 OK 只以题目为导向，然后呢你搞懂了这一类题，那你可能永远这一个知识点，也许你只会做这一类题的题型，但是如果换一个考法你就不会了。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穿插式学习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大脑里面去建立更多更小的内部模型，这个也能反过来帮你去把这一个知识记得更清楚。那首先呢，我觉得还是学语言这个例子非常的好。比如说今天你还是一个这个英语的初学者，然后呢你学了时态，然后你大概知道了这个现在进行时、过去时、一般现在时，这个非常基础的。但是今天你学时态的时候，我们也许就没有教新词汇，所以你可能只知道 OK 我能够判断，我根据这个动词的形式我大概判断时态。明天呢我们学了一波新的动词，然后你就需要在明天的时候结合起来，对于这一个动词我怎么去把昨天学的3种时态都结合起来。那等到后天我又学了3种新的时态，你又可以去和我昨天学的动词把它们又结合起来。所以经过这样的一个系列，你会发现我既在语法层面学习和理解了时态更清楚，又在词汇层面学会了更多，比如说怎么把这个词过去时的这种举一反三的办法。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会发现是我们一直以来学语言，那可能从你小学学语言开始，课本可能就是这么设计的，它一定不会我现在只纯教你词汇，或者我只纯教你一种句型，它一定是结合起来，甚至有些穿插，去试图打破你的大脑里面的这个重组。因为在你刚刚接触的时候，你的大脑可能就会默认的以为他们只有这一种搭配方式，但明天它被打破了，又被重组了，你才能够建立起更灵活的模型。其实比如说像多邻国这种软件，它也是这么去用的，那它也是在词汇语法同时去练习。比如说可能最近我一直练的都是过去时，然后它就会在这个过去时里面给我加进更多，哪怕是我以前已经学过的一些动词啊，然后学过的一些名词的例子，就给它融进来。这个是很多语言类的这种学习软件包括我们的教材设计的一个基本逻辑。那我们在自己去学习的时候，可能这个是自己学习的话稍微有点难实现的，因为你需要自己去有这个设计。但是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你就也需要知道 OK 可能我需要警惕对一个题型的过度的依赖。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提一提遗忘曲线这个事儿。其实遗忘记忆曲线呢，大家又去搜，而且包括现在很多单词这个软件的设计都会根据这个来，什么你学习之后马上的半个小时内你要做什么，1天做什么，3天、7天，然后21天，所有的这些时间点大家都可以轻松的去搜到，这个我不去展开。我想去结合记忆曲线说的是，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调取这件事儿也是需要你定期去做的，可能在不同的区间我们可以去实现不同的调取。比如说刚刚说到的思维导图，它可能就不适合你学完这个知识点半个小时之后你就去做，因为那个时候你可能还没有足够多的知识串起来。但你可以去先进行检索式学习，然后也许你1天甚至是1周，然后你去做一次这样的回顾。所以我们就可以去把我们今天学到的这些工具根据记忆曲线结合起来。另一个就是这个也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之所以需要去间隔的学习，需要在学习中间去安排这个休息，你看就连记忆曲线也没有跟你说你一定要每天都练才能达到最好的记忆效果。因为很多时候知识的记忆和新技能的提高都是发生在你的学习的间隔休息期的，因为你需要留时间给你的大脑去搭建这个桥梁，或者说是在睡眠中也好，在你平时休息的时候，让它其实能够去帮你工作起来，帮你去加固这些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所以其实长脑子的过程可能并不发生在你学习的本身，但是我们的学习是在给你一次又一次的长脑子，去打下这个基础的。其实这跟我们的训练运动也一样，对于跑步运动能力的提升，很多时候你的提高也是发生在你的休息期，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休息也是同样的重要。所以其实总结到这里，我们今天所有说的这些规律可能里面有很多小的技巧点，但是最重要的点是我还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底层的一个分析，这样你会知道了可能以前我做的很多事情它是有道理的，它有道理在这儿，然后有一些事情我需要去提高和改进。还是那句话，可能没有很多直接给你马上就能带走说你今天就能够去做的记忆力训练，但是我希望可以从根本上去改变大家对于我们大脑的原理和对于记忆形成的一个认识。
那以上就是本期分享的主要的内容。OK， 那我们就下期再煮，拜拜。